ここか。痛い、すごい痛い。ほぐれれば楽になる。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给大家讲一部一个男人和一群妖精妹子的后宫番《末日三问》。在异世界里，有很多种族生活在一起，人们为了实现更高更强的目标，接连发起了战争，准备铲除其他种族，想要一家独大。为此，人类还培养出了很多勇士，并且为他们配备了圣剑。结果万没想到，他们因无法掌握自己制造的17兽，反而被对方一举歼灭，人类至此全灭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17兽加满伤害，其他种族遭受迫害，在神明的帮助下，他们离开了地球，生活在浮空岛群上。男主威廉作为人类的最强准勇士，因为在对抗怪物时使用了能力过强，导致他虽然消灭了怪物，可自身也遭到了反噬，全身石化了。就这样过了500年，世界上的其他种族早已经习惯了没有人类的生活。谁知就在这时，一个打捞队发现了威廉的存在，并帮他解除了石化状态。而威廉也阴差阳错的成了这世界上仅存的男性人类。你们不会以为威廉就此就会变成香饽饽，到哪里都会被女人追捧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真的有人这么以为吧？要知道，如今的浮空岛上有着各种兽人，他们才不会喜欢这些低级的秃毛无整体呢。这天，威廉照例遮住身形，在街上闲逛，却意外的救下了一位从高处失足的少女，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。而女生没毛的丑样也遭到了兽人的鄙视。威廉不是唯一的人类吗？原来啊，这个女生看起来像人类，本质却是名金色妖精。为了保护她，威廉把自己的披肩盖在了女生身上，又给她买了顶帽子。女生叫科朵莉，来到这里也不为别的，就是想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，看看城里的景色。在斯卡罗不及时的歌声下，两个人在城镇里穿梭寻觅，只为找到那个最高点。在夕阳西下之时，科朵莉终于达成了心愿，望着四周金黄璀璨，她由衷的感到满足。可惜美好的曙光总是异常的短暂，科朵莉要和几个怪人一起离开了。临走前，他还嘱咐威廉，把我从脑海里忘掉吧。虽然这句话很莫名其妙，但威廉并没有多想，毕竟两人只是一面之缘，而他也有自己的生活。朋友给威廉介绍了份工作，去军方的特殊兵器仓库当管理员，那边要求很严格，必须要无毛的无整体。威廉去的话，恰好能赚钱还债。他来到了仓库所在的番岛，这里超级荒凉，连桥都一踩就破。光是这样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有小萝莉突然冲出来，对他一顿猛敲。就在威廉落难之际，科朵莉竟然也出现了。他也是这岛上的人吗？不仅是他，威廉还遇到了老熟人兰兰，他曾是打捞队的成员，当时还照顾过威廉一段时间。兰兰如今也在仓库工作，看到威廉后，他表现得贼激动，恨不得当场把他吃掉。我说的可是真的吃掉，因为小粉是个食人族，他早就馋威廉的身子了。威廉觉得很奇怪，这里哪像仓库啊？兰兰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因为门口的窃听分子实在是太多了。这还不算完，等威廉回到房间，小屁孩们竟也偷偷的跟了上来。他们从未见过男人，当然要把握时机了。女孩们纷纷介绍自己，他们对威廉可太好奇了。主要是从来没有一个仓库管理员在这里住下过。最后还是多亏科朵莉，女孩们才尽快离去。房间里仅剩他们2人，喧嚣归于沉寂。科朵莉看起来有些羞涩，她从未想过两个人还有再见面的一天。经过她的解释，威廉才知道，像科朵莉这样的金色妖怪，就是所谓的特殊武器。那他作为仓库管理员，岂不是可以？那些满身铜质的孩子们难道也是武器？可他们还是小朋友啊。有些孩子胆子很小，看到威廉转身就跑，唯恐对方是怪叔叔，每天被提防，威廉很受伤。他正在考虑怎么打开孩子们的心房时，兰兰对他上嘴了。谁成想就是这么轻轻一舔，威廉就来灵感了。都说民以食为天，女人以甜食为天，只要做了甜品，想必没人会拒绝自己吧。果然，短的布丁一出，威廉瞬间遭到追捧。女孩们心思细腻，见科朵莉每天盯着威廉看，还能不明白咋回事吗？同伴们劝他，作为特殊武器的妖精就应该及时行乐，否则春天还没感受过，人就先一步凉了。和这一类妖精相比，科朵莉还能情窦初开，已经算是人生赢家了。威廉也意外察觉，这些小朋友都有些奇怪，他们虽然娇俏可爱，爱玩爱闹，却对自己的生命并不看重，即使摔得头破血流，第一要义是捡球。更可怕的是，所有人面对鲜血都无动于衷。在兰兰的解答下，一切缘由在威廉面前展开。500年前，人类制造了17兽，又迅速自食恶果，反被其消灭。但人类制造的兽却还留在世上。为了对付他们，浮空岛的人想起了圣剑，然而圣剑只有人类勇者才能用，
其他种族根本不行。在这种状况下，金色妖精被创造出来了，他们模仿人类生活，最终的归宿却是要作为武器战死沙场。打从那开始，妖精们就明白自身使命，自然也不会重视生命。妖精的魔力和生命力成反比，所以他们越不珍惜生命，魔力越会不断暴增。当体内力量无法驾驭，就会因失控产生大爆炸，将妖精自己和敌人都炸得稀巴烂。妖精们会不定期出去和石器兽一起战斗，在关键时刻甚至会自爆打击对手。这种自杀式攻击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敌伤800，自损1000。他们甚至自己是战争消耗品，却也只能用嬉笑掩盖一切。而这样残酷的下场，很快就轮到了科朵莉。他在5天后要去和石器兽的第6兽决战。第6兽很强，运气好的话，只牺牲科朵莉一个，就能换来浮空岛的短暂和平。他怕自己真的遭遇不测，就问威廉：假如我剩下5天生命，能换来你的温柔对待吗？或者你愿意亲我一下吗？这样奇怪的问题，想来是个人都会同意吧。威廉正直得很，不仅没有成人之美、趁人之危，他还反过来教育科朵莉，不要因为预感不行就破罐子破摔，贱卖自己。科朵莉有点难堪，只能委屈的用被子捂脸。哎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威廉骑虎难下，摸的办法，上去一把扯下被子，嘣的一口亲了上去。威廉也是绝了，亲完人之后还要把小姑娘翻过来，解开衣服，开始大力马杀鸡，把科朵莉疼得支吾乱叫，脚丫子都绷紧了。经过一番小推拿，科朵莉魔力中毒的状况缓解了，人也不再胡思乱想了，并且迅速沉入梦乡。女人心，海里人，善变是常态，冲动是魔鬼。这3句话放在科朵莉身上一点都不过分。前一晚还主动索吻她，第2天早起就被自己的行为羞耻到了。至于羞耻事件的男主角，早就跑到资料室去调查第6兽的资料了。威廉不希望科朵莉牺牲，便试图在资料上找到解决办法。妖精脸很贴心，又是送喝的，又是主动帮威廉查资料，最后甚至累到躺在他腿上睡着。好巧不巧，这含情脉脉的画面恰好被科朵莉看到了。哼，男人！威廉完全没注意到科朵莉的心理活动，他反倒是邀请对方来点人和妖之间的运动。晨练了解一下，2个人拿起了圣剑准备 battle。 在科朵莉的观念里，只有妖精才能使用圣剑，所以他压根没把威廉放在眼里。万万没想到，科朵莉竟被一招 KO 了。科朵莉哪知道，威廉早在500年前就已经把圣剑玩得起飞了。他告诉科朵莉，不要被所谓的经验误导，圣剑不是那种使用者魔力越强就力量越大的武器，它横行的真正原因在于对手越强，圣剑的力量就越强。所以说，在战争中自爆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。或许妖精们一直都错了。威廉想通过实战教导科朵莉学习不自爆就能打败第6兽的方法。本来威廉是出自一片好心，怎奈事实过于残酷，科朵莉更是接受不了。如果自爆是错误的方法，那曾经那些妖精的牺牲是不是都算无用功？巨大的悲戚涌上科朵莉的心头，战争是唯一能帮助他逃避真相的方法。威廉见他越战越勇，不仅心里放松了，人也干脆放松倒在地上。别忘了，威廉可是因为战争足足石化了500年呢。别看他表面上健健康康，身体内部却早成糟粕，内脏不运转，骨骼有裂痕，活到现在也不容易。瞧着威廉受伤了，大大小小的妖精们都很担心。兰兰也因此回忆起了过往，那时威廉刚被打捞上来，人一清醒就瞎折腾，难控制得很，语言也不通。还好他身上有语言理解护符，双方才得以沟通。兰兰现在很纠结，她害怕妖精们得知真相后会对人类唯一幸存者威廉产生偏见和误解。那我只能说一句，想多了您嘞。因为在知道真相后，妖精们更喜欢黏着威廉了。这下可好，威廉的稀有众所周知了。和别人的兴奋不同，科朵莉更惶恐了。难道威廉说的是真的？战争不一定要靠自爆胜利。他在天上飞舞，使劲放飞思维，直到军方的飞机出现在不远处，里面的军官叫阿辉，身材高大又魁梧。妖精们外出战斗的事宜就是由他主管。科朵莉和阿辉倾诉自己的两难状况，一方面威廉的战斗方式让他无法沟通，另一方面科朵莉也确实因此胆怯了，他不想牺牲。和想象中不同，阿辉听完没有生气，反倒是笑了。画面一转，科朵莉回到地上，而威廉一边等他一边保养圣剑。在他手里，圣剑形成了一个光罩。据他说，圣剑就是众多护身符以剑的形式封印而成的，符和符产生的不同联系也会让圣剑出现不同的威力。见识到这么神奇的知识点，科朵莉也轻松了许多。他把和阿辉军官的约定告诉了威廉，阿辉给科朵莉选择的机会，等到第6兽战斗的那天，他可以不自爆，即便后果是一座岛被毁，阿辉也愿意为此赌一把。科朵莉不相信自己的实力，也担心阿辉会失望。威廉为了以示鼓励，就主动答应道，只要科朵莉能活着回来，
就能要求他做任何一件事。那些羞耻的事，科罗莉是不敢想了。他退而求其次，希望威廉到时候能做一份奶油蛋糕，这是他喜欢的甜品，也是那些牺牲的前辈爱吃的食物。就这样，两人达成了一个关于活着的约定。看过小说动漫的人都知道，《末日三吻》是个不折不扣被片名耽误的作品。我看之前真的以为这是一部讲世界上唯一男人为所欲为的故事，等看完只能默默流泪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九九的可以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爱你们。